今天怎么那么大排场？紫霄峰、荣隐真人和4位师兄齐聚一堂，就连洛童仙子和那个飞女也来了。你还不知道啊？紫霄峰3师兄池夜即将突破元婴变成化神界。道主也怪啊，像3师兄这样灵根变异的人，活着就是奇迹了，怎么还能修炼到这种地步？你不懂，仙人自有仙缘，哪能让你知道？3师兄这次要渡劫成功，那就是整个化神境最年轻的修仙者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是吗？啊！要是3师兄能突破成功，我倾家荡产为他买下寒天草修复灵根，也算是值了。不好了，池夜渡劫失败了。林洛童，我帮你送给3师兄的衣物上居然有魔气，害他在渡劫途中魔气入体，差点没命。3师兄平日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勾结魔族陷害他？要是让他飞升成功了，那我剿灭名门正派、统治仙魔2界的路上，岂不是又多了一块绊脚石？一直隐藏在紫霄峰的魔族居然是你！林洛童，这里可是紫霄峰，你怎么敢明目张胆地暴露魔族身份，陷害3师兄？你不怕师尊怪罪吗？陷害3师兄？那件带有魔气的衣服可是你送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洛童，你简直卑鄙！我身上可是有你全部的修为，你竟然还敢对我动手，真是不自量力！说什么？忘了告诉你，我修习的吸星大法可以吸食人的元神，化为修为，再转移到我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每当我看见你废寝忘食的修炼，却让我修为大增时，我真的是好生痛快呢。这么多年，我的修为只退不增，遭受了多少的辱骂与白眼，原来竟都成全了你！林洛童，杀了你！云溪啊，云溪，别白费功夫了。自我入紫霄峰以来，你何曾有一次斗得过我？像你这种生来卑贱之人，能做我林洛童的垫脚石，就应该3跪9叩，感恩戴德。林洛童，师尊和师兄们赶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提师尊和师兄们？你觉得他们会在意一个作恶多端的废物？我自小没有父亲，母亲又被魔族烧死在大火之中，是师尊带我来到了紫霄峰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他们于我而言，就是再生父母。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岂是你这种魔族之人能理解的？等师尊和师兄们赶来，定会杀了你这个魔族，为我报仇的。可惜啊，你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洛童，那我今天就看看你口中的情谊究竟值几两钱。
玉溪，玉溪，你到底对小师妹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他都是装的。他刚刚说了，他是魔族。住口！洛童拜入我门下，你三番两次找他的麻烦，现在还让魔族的帽子扣在他头上。云溪，她也是你的师妹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师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一个金丹修士，如何能上得了元婴期的他呀？云溪师妹这是何意？难道想说是小师妹自己伤了自己，故意陷害你？师尊，师兄们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有防备，才让师姐得了手。可是师姐，你送给三师兄那件带有魔气的衣服，我从未见过，我真的不能替你担下三师兄今生失败的罪责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明明就是你自己做的。师尊，师兄们，你们别听他胡说。他刚刚自己都承认了，他就是魔族，他修炼魔功会吸食人元神。够了！且不说小师妹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只要她愿意，别说是元神了，就是把我这条性命给她，我也愿意。不是在这里听你胡编乱造，诬陷小师妹。三师兄，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小时候你给我剑碎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你会永远相信我，永远保护我的。还有脸提剑碎？云溪，要是早知道你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，当初就不该瞎了眼把剑碎给你。碰过的东西，我都嫌脏。云溪，你我之间今日就如这剑碎，玉碎一绝。我还以为你们之间的情谊有多深呢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你说三师兄晋升失败，你的师尊跟师兄们此时定也身受重伤吧？你要做什么？只要除掉他们，我就除掉了最大的绊脚石。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师尊小心！虞姬，放肆！师尊，还敢对小师妹动手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见你容不下小师妹，休怪本尊无情。从此以后，你和我紫霄峰再无瓜葛。带上骆驼，走。云溪，你就带着你的狗屁情谊入狱去吧。活该。我一味付出，努力的讨好所有人，却落得个被自己至亲至爱之人一剑穿心的下场。我究竟得到了什么？我不是被师尊一剑穿心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云溪，你可知错？六师妹才刚拜入师尊门下，只是想借你的剑碎一会，就二话不说和他打了起来，打伤小师妹，还差点毁了她的根基，你怎能如此歹毒？林洛统诬陷我因为剑碎打伤他，这不是10年前的事情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玉溪，你此次真的是太过放肆了。
要不是小师妹心善不和你计较，你就赶紧道个歉，我好向师尊求情放你出绝情谷。这剑穗是三师兄给我的，三师兄说了，这物件是他最宝贵的东西，除了我，其他人不能乱动的，我不能给你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石头呢？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我师姐，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剑穗，我没有恶意的，你放了我吧！于西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是于西，重活一世，前世被诬陷羞辱的场景竟还历历在目。不过，容隐真人的救命之恩，师兄们的陪伴抚养之情，我已经有性命偿还了。重活一世，我不再欠任何人。云溪，你还是不肯认错是吗？好。于西，师尊，师尊，骆童求你放了吴师姐一马吧。师尊，师尊。童儿，人善被人欺，他把你伤得差点根基受损，你怎么还替他纠结？师尊和师兄们那么好，谁不想让他们的目光只留在自己身上呢？师姐，骆童本就是想借你的剑穗一关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也从未想与你争什么，只要能让我留在紫霄峰，远远的看上师尊，跟师兄们一眼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请师姐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师姐，骆驼，求你了。骆驼师妹，明明是他伤你在先，你又何必自信自谦向他道歉？此人做的是他。快起来！于西，你这次做的的确太过分了，我求你了，道歉。云溪，念在你我师徒的情分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否则我就让你留在这绝情谷，面壁思过，永生永世不得出去。师尊，闭嘴！对，道歉，向小师妹道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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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歉！拒绝是我的命，伤也是我的责任，云溪怎么可能不承认？紫霄峰的小师妹只能是我一个人，你就待在这暗无天日的绝情谷度过余生吧。我认错。你说什么？你承认？上一世我不肯认错，差点死在绝情谷。既然他们不信我，承不承认又有什么分别？是，我认错。小师妹，这剑穗是个能认主的利器，我本怕它伤着你，想着处理一下再给你的，谁成想你竟二话不说上来就想拿走，我这才下意识挡了一下，不料却伤了你。现在一想到小师妹被误伤，我就懊悔不已。早知如此，就该不管不顾的把剑穗给你便是。这枚剑穗本来就是云溪的，云溪就算不给他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对呀，谁不知道那剑穗是三师尊云溪的？云溪宝贝的很，谁都不让碰。是林洛彤不听劝阻，非要抢走剑穗，云溪是逼不得已才出手的。这怎么能怪到云溪头上？你要拿人东西，还弄伤自己，还要逼人家给他道歉，这云溪也太可怜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云溪那么在乎师尊和师兄的目光，他应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据理力争才对，怎么会就这样认下了呢？小师妹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大师兄，云溪，怎么了？
容隐真人见林若彤受伤，二话不说就打了他一掌，根基都震碎了。再说被关在飞行谷那么多天，别说吐血了，没死就不错。小师妹，我懂了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你怎么不告诉师兄？师兄看看。多劳大师兄费心，现在她才是你的小师妹。大师兄，希望再交错。师姐，骆驼不在意名分的，若是师姐介意的话，让我无名无分的留在紫霄峰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小师妹，她如此咄咄逼人，何必迁就她？云溪，小师妹年纪尚小，又刚被带回紫霄峰，一时对剑髓心悸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反而是你，明知小师妹身体孱弱，还要还手，就算真的打到你身上，又能伤你几分？三师兄说的没错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小师妹，这些天在绝情，一想到在紫霄峰的种种，我便懊悔，为表歉。西，要干什么？你喜欢这个吗？好漂亮的剑穗儿，三师兄，这是给我的吗？让我送你一颗吗？三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听说灵根变异，身体虚弱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这剑穗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是件独一无二。把它挂在你的剑上，就算我以后不在了，你也永远是我小师妹。我云溪以此为重，并不惜一切代价。只好三师兄，该下了点把剑髓给你。小师妹，你不是一直很想要这枚玉佩吗？我现在给你。你可以带回你的仙府，好好观赏。那不是三师兄送给云溪的吗？云溪不是最宝贝那枚剑穗的吗？对，那剑穗上的玉可是饱含天地灵力的圣物，几千年才出一块。三师兄还特地把这块玉分成2块，做成一对，其中一只就给了云溪，这意义非凡呐！以前云溪那么宝贝那枚剑穗，宁可自己不吃不喝，也要出高价买灵水滋润剑穗。现在他竟然将它随意送给别人。云溪，你就算再赌气，也不能开这种玩笑。这块剑穗毕竟是三师弟送你的。三师兄，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既然这枚剑穗你已经赠予我了，现在我将它转赠给小师妹，你应该不会舍不得。舍不得？我怎么会舍不得？这枚玉佩在你手里简直就是白玉蒙尘，在小师妹手里好过在你手里1000倍。三师兄能这么想，那就太好了。小师妹，既然这样，这枚剑穗以后就归你了。云溪，这样，你别冲动。云溪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如此挑衅我？为表歉意，我已经把玉穗给他了。三师兄还有什么吩咐？挑衅啊！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以前三师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这云溪都像条哈巴狗一样在旁边嘘寒问暖，殷勤的不得了。这如今这是怎么了？哇，师妹，真是好样的！陈燕，够了，师尊还在这儿，够了！小陈，人各有命，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六师妹被打，容隐真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掌，怎么到了五师妹这儿就是人各有命说？这容隐真人偏心偏的也太明显了。就是，按理说那云溪来紫霄峰已经10年有余了，这容隐真人怎么能放着养了10多年的弟子不管，去偏心一个刚进门的弟子？多年前和魔族征战受了重伤，本以为是云溪救了我，将他带回紫霄峰潜心教化，谁曾想却认错了人。东儿，既然此事已清，他的事情你就别掺和。师尊，走。我撒谎说救了容隐真人，才如此顺利的潜入紫霄峰。但云溪这个正主一日不出，我就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。云溪呀，下一次
我可不会让你这么轻易逃过去。我就知道你刚才是脑热一时冲动行为，现在冷静了，后悔了。五师妹啊，这一次我是不会这么轻易就……挡路了，麻烦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你以为你现在摆出这副态度跟我说话，我就会高看你一眼？我可是你的三师兄。三师兄高风亮节，定不会做拦路狗的行径。麻烦您高抬贵脚，让路。云溪，师妹，你不找的！师兄灵根变异之症尚未痊愈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治病，多活几天吧。师妹，咱们走着瞧。本以为是人心已变，却不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副嘴脸。上一世的倾心付出，不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无情拳、上拳，这具筋骨当中竟然还留有修炼的功法。上古年间，曾有一仙子眷恋凡尘，为体验人间生活，隐去仙身，投胎下凡。我娘何故？兄长姊妹何故？全族47口人的性命何故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让你下此狠手！我所修乃无情，无情道的罪，便是要斩掉一切神意。沉迷仙道，全族供你养，你毫无怨言。现在为了成全你自己，杀了全族的人。我乃修士，终有一天会成为仙人，而你只不过是凡人，能助我成仙，是你们的福分。你用几十条性命成全自己，本就是私欲。你为欲望修炼无情道，怎么可能会成功？所谓无情道，斩七情，灭六欲，无性自主，不强外求，断情绝爱，方能大成。断情绝爱，方能大成。上一世怨情所困，最后被伤得千疮百孔，那个被至亲之人杀死的结局。这一世，愿修炼这无情绝爱，断情绝爱，绝重蹈覆辙。这无情诀竟能让我在短短7天就能修复根基，修为大增。这无情诀只有上卷就如此厉害，
要是能找到下去，定能阻止林洛彤危害世间。云溪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肯还钱？还钱？我怎么给忘了？上一世我倾家荡产，甚至不惜借下巨款买寒天草给三师兄治病，到死都没能还清债务。问你呢，别以为你是什么修仙者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，赶紧还钱！按时间来算，今天那个老头就能把寒天草送来。只要把寒天草卖了，这位大哥，最晚明天我一定能把钱全部还上。此话当真？你都住进山洞里了，你哪来的钱？我之前没有钱，是因为把钱花在了不值当的地方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自然就有钱了。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这云溪好歹也是紫霄峰的内门弟子，竟然还借钱。这灵玉对修仙者是宝，对我们魔族来说简直是百而无一利。好不容易把紫霄峰那块玉珏丢了，云溪这个贱人又给了我一块，看他就是存心不想让我好过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可就别怪我让你不好。哎呦！之前为了买寒天草给三师兄治病，几乎付出了我的一切，可三师兄根本不配。这一世，我要为我自己而活。池爷的病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，如果不赶紧医治的话，恐怕……师尊，您不是说过寒天草可以治愈灵根变异之症？寒天草千年一开花，珍贵无比。这世间仅存的寒天草已经被人买走了。师爷，你放心，为师定会为你寻到买到寒天草之人，替你治病。多谢师尊。三师兄病情突然加重，想必和云溪脱不了干系。我刚历练回来，就听说云溪不仅惹三师兄动怒，还被三师兄打了一拳。可是真的？是他云溪要将我送给他的东西送给别人，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，只不过是给了他点教训罢了。池爷，你不是一直最喜欢小师妹？云溪将这个东西送给小师妹，对你来说有何侮辱之处？这能一样？小师妹清雅动人，是人人称赞的仙子，而云溪则邋里邋遢，活像个打杂的仆役，哪里是和我们一样的仙门弟子？我若是被他服了面子，日后在紫霄峰还有何脸面可言？小五是邋遢了一下，但是你可知道，她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。大师兄，别再提，一想到我从小和她一起同榻而眠，我就觉得羞耻。大师兄，我已经够谦让他的，这一次若是不让他在我面前下跪道歉，我自当没他这个师妹。你三师兄，你就别生气了，云溪本就配不上你那枚剑髓，现在剑髓到了小师妹手里，她那么善良乖巧，定会将剑髓视为珍宝，好好保管的。三师兄，三师兄，我在路边行走，被一块剑碎所砸到，正与您的相似。这枚剑髓确实是我给我师妹的，可是我师妹不是把它转交给小师妹了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师尊，请师尊为我做主。多莫慌，起来慢慢说。师尊，五师姐送我的剑髓是假的。剑髓是假的？我本想着剑髓是五师姐的心意，便想拿剑髓上的灵玉用来修炼，谁知道那剑髓上的玉根本就不是灵玉，而是
充满杂质的劣质玉，害我气息不稳，差点失了根基。小六不敢隐瞒，特向师尊来禀报。混账！把假的灵玉给同门师妹，他的心怎么那么歹毒？把他带过来，今天今夜挖开他的心，看他的心有多黑。师尊，小五当着众人的面，如果坐下的话，岂不是会有很大的风险？这里说不定有什么误会。您是说童儿故意诬陷云溪吗？弟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弟子的意思是，小师妹刚刚那么剑碎，说不定是她没看清楚，万一造成误会一场，休要护他。童儿，剑穗带来了。带来了。正好，师爷也在场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请三师兄过目。那天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云溪给小师妹的剑穗是真的，可小师妹这个剑穗为什么是假的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师爷，你可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你给小五的那枚？回禀师尊，这枚剑穗的确是我送给小师妹的那枚，只不过上面的灵玉被换掉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有意做的仿品。定是云溪所为，除了他，我还想不出紫霄峰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。小四，孽障！我紫霄峰自诩仙风道骨，怎么出了云溪这个倒行逆施之辈？来，把他给我带过来，今天的事情要亲自审问。是，师尊。五师妹，无论你是对是错，一律自惹怒，甚至还当众羞辱我，让我下不来台，是该让你吃点苦头了。按照这个修炼速度，说不定能赶上1个月之后的宗明大礼。只要能在宗明大礼上拔得头筹，就能让宗主答应任意一个条件，届时我就能够离开紫霄峰，与他们再无瓜葛。五师妹，跟我走一趟。拜见师。云溪，你主是否？我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师尊上来便给我一掌，就这么着急给我定罪吗？师姐，你也别怪师尊，他也是知道你给我假的剑配后，恨铁不成钢。假剑送？就是三师兄送给你，你却不要了，赠给我的那枚啊。五师妹，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，但实际上却送出去一枚假的。你是何居心？我就说呢，云溪那么宝贝那块剑穗，怎么可能就那么轻易送出去？我还以为武师爷想通了呢，没想到啊，就是装装样子。他呀，估计到死啊，都是三师兄身边的一条粘人虫。五师妹，你不会对这枚剑穗还是不舍？三师兄可别误会了，我对这枚剑穗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就算你现在送我一枚新的，我也断不会收。你至于这枚剑穗，我敢拿性命担保，我送出去的时候一定是真的，现在变成假货，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身为同门师姐，我愿意帮小师妹彻查此事，并帮她找回真的剑穗。五师妹给你台阶你都不下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谁不知道你嫉妒小师妹？我看就是你故意换掉了剑穗上的灵石，想害得小师妹根基尽死，不令人咂舌。师尊，你可千万不能轻易相信，机会去销毁掉罪证。剑穗已经送出去半月之久，期间经了谁的手还未可知。三师兄这么着急让我认罪，真的剑穗就在三师兄的身上，
你怕引火上身？说霸道些什么？三师兄，三师兄，五师姐，三师兄还有病在身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呢？三师兄，洛童相信你，三师兄为人正直善良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。六师妹，你对三师兄就是绝对相信，对我就无凭无据，满口白话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对我步步紧逼？不是，我说来也是啊，剑穗已经送出去那么久了，六师妹却敢肯定是五师姐做的手脚，要是没点私人恩怨，谁信呢？但是传的不都是小师妹嫉妒五师姐吗？现在看来未必呀。够了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整天唯唯诺诺、畏手畏脚，整个紫霄峰，谁会像你这个样子，贼人做派？师尊，难道就因为我穿着简陋，就活该背上贼人的罪名吗？您平日里把正道挂在嘴边，但您的所作所为岂有公道可言？混账！谁允许你这么跟本尊说话的？师尊，老臣让开！今天我非杀了这个孽障不可！师尊，孙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你伤了云溪，不会落下口舌的。谁说没有证据？带进来。童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日山中闯入了陌生人，我还以为是魔族的奸细，将此人抓起来审问，才知道此人跟五师姐大有渊源。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小的只是来催债，绝对不是什么魔族啊！笑，这里可是紫霄峰，修仙之人清心寡欲，怎么可能会欠债？小的说的句句属实啊！就是他，他欠我的钱还迟迟不还，小的这才没办法，才上紫霄峰来催债的。云溪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是。你真是糊涂呀！你没有钱可以问师兄借啊，你怎么能出去借钱，还有损紫霄峰的名誉？他欠你多少钱？我来还。5万块灵石。我没听错吧？普通修仙者一年的花销也不过100块灵石，5万块灵石，这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呀！看五师姐平日里穿着朴素、无欲无求的样子，背地里竟然搞这么大事情。云溪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借了这么多钱，如果还不上我毁了你的一生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，我的上辈子就是这么毁掉的。借巨款买寒天草给三师兄治病，是我最后悔的选择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还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居然能欠这么多钱。见不得人，是我借钱的理由的确见不得人。师尊，五师姐都已经承认了，五师姐身为紫霄峰的人，借钱是小，但万一在外面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，污了师尊的名声，那真的就是罪大恶极了。云溪，我念你我2人师徒之情，屡次给你机会，而你不思悔改，犯下这滔天大错。今天之事，如果你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休怪本尊无情。师尊真的念及过师徒之情，师尊若对我有情，怎会2次重伤于我，害我根基破碎？又怎会不论是非就让我罪名加深？你可知我借钱是为了什么？云溪，你少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如果你借钱有正当理由，那你为什么瞒着半天都不说呢？借钱是为了……我借钱是为了……若是说我花钱是为了买下寒天草，这寒天草多半就保不住了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可能眼盲心瞎，再次为了这种人背上债务。我借钱自有我的用处，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把钱还上，不会牵连紫霄峰。要不是我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真被五师姐这道貌岸然的样子给骗到。
你说我武师姐可说她什么时候给你还钱？他说就今明2天。刚好，我就是这2日才发现剑穗是假的，而武师姐恰好又能在这2日把钱还上。武师姐，你该不会想要把3师兄送给你的剑穗拿去换钱吧？不会吧？卖灵器换钱可是大罪，他为了还债，竟然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哪里是卖灵器那么简单？怎么说那东西也是3师兄送的，他那么做简直是不把同门情谊放在眼里，简直可恨。师尊，剑穗是我的灵器，也是紫霄峰的灵器。今日他能偷了剑穗去卖钱，明日他就算是勾搭上魔教，出卖师门也未可知了。还请师尊严惩，还紫霄峰清誉。请师尊严惩。请师尊严惩武师姐，还紫霄峰清誉。你们，云溪，事已如此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正如六师妹所言，我要拿剑穗去换钱，那此时剑穗应该在我身上才对。师尊如果能在我的住处找到剑穗，那我无话可说，立即认罪。若是不能，我绝对不会任人宰割，定不会放过幕后之人。师尊，别惊他无事，他敢这么说，这怎么藏好了？武师姐说的没错，师尊，既然武师姐想要证据，那不妨就去找一找，让武师姐心服口服。师尊，弟子愿意进去。好，此事交由你。届时找到证据，看他何尝什么手。是。那枚剑穗，我就扔在了云溪仙府附近。要是不找剑穗，死路一条。我记得银溪的住处就在附近，可这里只是个山洞，也没见什么仙府。师弟，云溪的住处在何处啊？大师兄，武师姐的住处就在前面呢。云溪怎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还有这是什么味道？一看你就是养尊处优惯了。这地方阴冷潮湿，这一年四季啊，这股霉臭味儿，这挥之不去。可能住在这种地方，再怎么说都是内门弟子，怎么可能住在这种阴冷狭小的地方？自打武师姐小的时候就在这里住下，这冬雪冬冷夏日，还经常有蛇鼠蚊虫，真不知道这武师姐怎么在这里住下。小师妹过2天就搬到这个住处来住了，也不知道如此简陋之处合不合她心意。大师兄，你能否也换个住处？云溪，小师妹这还没搬进来，你现在就想和她攀比？可是我……云溪，之前大师兄怎么教你的？我们修行之人最重要的就是修为和悟性。如果你整天想着和其他人攀比那些身外之物，这个念想，迟早真的不曾想过，云溪曾经住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我真的……这蒲团谁买的？这么硬，让人怎么用呀？小师妹如此金贵，是谁这么没眼光，买这么个粗制滥造的蒲团？那我用。别人扔掉的东西你也要，真是没品位。小师妹，我那有上好的金丝蒲团，
等会儿拿给你们。好。小师妹坐着，都些硬的东西当垃圾扔，云溪竟然把它当做珍宝。我这个当大师兄的，做的也太不真哎挚了。呀，这人呢？这是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碰上会砍刺儿了。这位小友啊，你一定认识在这里所居住的那个小丫头吧？她身在何处啊？你难不成也是债主？什么债主？什么债主？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债主呢？他可是我的客人。我们此前商量好了，今天我会把东西给他送过来，结果我如约而至了，他却不知所踪了。要知道，我这寒天草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！那小丫头要是不要的话，我还得大老远的送回去，岂不是白跑一趟？什么？寒天草？不错，你看，师尊曾经说过，寒天草已经被别人买走了。难道买走寒天草的是云溪？哎呦，这么好的宝贝，我本来是不打算卖的，可是呢，那小丫头不知从何处得知的消息，说我有这寒天草。于是从那以后啊，就成天就追在我屁股后边，非要苦苦的哀求，叫我把这寒天草让给他，甚至小小年纪就开始干活挣钱了。所以这小丫头啊，可怜呐。小小年纪就生了一手的老茧呐！要知道，为了这寒天草啊，他几乎付出了一切。原来云溪死中求贤，就是为了买这株寒天草。刚刚老人家，他买的这株寒天草究竟有何作用？我听他曾经说过，他有一位师兄得了灵根变异之症。只能用这寒天草才能医治，他怎么做都是为了救那位师兄啊！我也跟他说过，若有朝一日逮着机会，一定要亲眼见见他口中说的这位师兄。我看看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能有如此的幸运，难得呀！云溪住的这种地方，平时衣服破了断了都不舍得扔，甚至还借了黄金千两。人人都觉得他邋遢鄙陋，可却不曾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医治赤影。但是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？年轻人呐！哎呀，你怎么走了？哎呀，那寒天草可是我留给那小丫头的。回来！大师兄定是找不到剑穗了，到时候万一师尊真要彻查，发现剑穗在我身上，知道我为了撒气诬陷云溪，我的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师妹，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，不如你现在去跟师尊认个错，师尊再怎么罚，也不过就是把你关在这些过几日。到时候，我和大师兄再去替你求情，放你出来。我没错，为什么要认罪？三师兄想去绝情谷待着，不如你把这罪名顶了。没有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三师兄这样威胁，莫非真的剑髓就在你的身上？师妹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偷剑髓吗？为什么它会在你的身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禀师尊，
这枚剑穗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方才就感觉到剑穗的灵力波动，没想到真的就在师妹身上。说什么？怪不得五师姐那么笃定，她的府中没有剑穗，原来竟是将剑穗藏在身上了。是该说他胆子大呢，还是蠢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这枚剑穗分明是从三师兄身上拿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它藏在身上，然后诬陷你？师妹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三师兄，这么多年，我自认为对你真心以待，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，让你这样栽赃陷害于我？五师姐，三师兄的为人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他可是元婴期的天才，你不过是金丹期，他怎屑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对付？师尊，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还请师尊早下决断。大是大非面前，断不能徇私舞弊，还请师尊严惩。云溪，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你可认罪？是，我有罪，我罪在朱友蒙了心，瞎眼看错了人，罪在重获一死，居然还对你们这些人抱有期待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你莫不是看事情败了，开始说谎话了？师尊，五师姐现在这个样子，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，请师尊早日做决断吧。好你个云溪，你窃取贩卖此萧峰灵气，万死不能其咎。念在往日同门的情谊上，我便废了你的修为，逐你出紫霄峰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紫霄峰的弟子，你不配。从此以后，你和我紫霄峰再无瓜葛。一模一样，前世今生，不幸落得同一个下场。职业，日信既然因你而起，便由你废了他的修为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弟子领命。五师妹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太不聪明了。等我废了你的修为，我会去向师尊求情，留你一条活路。不怪你，只能怪我命不好。你是不服，但我绝不认命。他的修为怎么短短几天精进了这么多？三师兄，五师姐，三师兄好歹是你的师兄，他还有病在身，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呢？孽障！你师兄生病，你不闻不问就罢了，还竟敢出手伤他！我平时教你的尊师重道，你都学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？尊师重道，不行师父之子，只行师父之权，不分是非黑白，滥用职权之人也配为师。今日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认下这无端嫁祸之罪名。没错。好，既然你不服，那咱就打到你服为止。本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知错？没错。好，想看看你能降到几时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袁熙犯下滔天大错，难道你还要包庇他不成？师尊，袁熙借钱是有理由的。这件事情已经证据确凿，不管什么理由都掩盖不了他低劣的行径。大师兄，就算你念及同门情谊，
不想承认云溪盗窃，也不该如此偏袒他吧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问便知。进来吧。参见师尊。说说吧，剑穗究竟怎么回事？启禀大师兄，我们在后山树林中学习心法的时候，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剑穗所砸到，刚才还把那枚剑穗给了三师兄。你所说的那枚剑穗是这个吗？就是这枚剑穗。倘若真如他所说，他捡到剑穗还给三师兄，可是三师兄却从云溪身上又搜出了剑穗，莫非三师兄诬陷云溪？不是的，我刚才只是一时心急，想要律师惩戒罢了。三师兄这是承认了，他真的诬陷云溪。刚才要不是大师兄赶来，云溪怕早就是死无全尸了。云溪好歹也是他的师妹，三师兄怎能如此狠心？好了，既然此事是个误会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都回去吧。如此明显的栽赃陷害，师尊一句误会就想打发了？师尊，您是不是该给弟子一个交代呀？云溪，你能不能懂事些？本身就是个小事，难道你要紫霄峰所有的人陪着你胡闹吗？小事，师尊就因为这点小事，刚刚差点要了我的命。难道在师尊的眼里，弟子的命就如此廉价吗？好，既然师尊不给我公道，那这公道我就自己讨。三师兄，如今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道歉了？云溪，你太过分了！三师兄差点把云溪害死，竟然还说云溪过分。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人？人家师兄对自己的师妹都是百般疼爱，云溪也真是够可怜的，摊上这么个败类。云溪的这么大度，不跟他计较，让他道个歉他都不肯，怎么能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三师兄，你该向云溪道歉。道歉，道歉。三师兄，五师姐，三师兄就算有错，他也只是心中有气，想要唬一唬你。你去大庭广众让他下不来台，你这是要把三师兄逼上绝境啊！就算这件事有误会，可是他欠下5万灵石这件事也是板上钉钉的，就算被罚也不冤。那你们知道，云溪借了这么多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算我不知道，也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不然以他的性格，他巴不得在我们面前炫耀邀功呢，怎么会瞒着我们？那你们就仔细看清楚。好了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不顾师门脸面借巨款，已经违背门规了。我们紫霄宫自留不得他。寒天草，是寒天草，是寒天草。寒天草，果真是寒天草。有了这个，池爷的病就有救了。这个寒天草，我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，怎么会在你身上？是云溪。云溪得知这寒天草可以治愈灵根变异之症之后，筑洞窟、穿破衣、洗衣打扫，为了攒钱，10几年以来，他没有好好自己想想，明知道自己会背一生的债，还是借得巨款，够得着寒天草。要是说五师妹不顾同门情谊，那我敢问，这天下还有谁敢说自己重情重义？五师妹，你做的这些，竟然都是为了我。你做了些什么？三师兄，池爷，池爷的病已经病入骨髓，如果没有这寒天草，估计过不了今天。既然云溪有这寒天草，洛尘，赶快入药吧。是，池爷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等我将这寒天草的灵力注入你体内，你便不会再受灵根变异之症的拖累，完全好起来了。谢师兄。
希，你干什么？这寒天草是我10几年的心血，你们拿它给三师兄治病，可有经过我的同意？大师兄知道你还在赌气，但我也知道你是那种懂得大彻大悟，并不是斤斤计较之人。而且你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三师兄出事，对吧？大师兄真是太高看我，我就是你口中那种斤斤计较之辈。我若是不计较，怕是早就被三师兄废去修为，赶出紫霄峰了吧？云溪，你是在怪我什么？弟子不敢，弟子恨不得将师尊奉为真神，顶礼膜拜，一生追随。那你有点良心，那你赶紧用寒天草。我会谨遵师尊教诲，把这寒天草卖掉换钱，还上债务。你说什么？你三师兄性命垂危，你要用他的救命稻草去换钱。师尊不是嫌我借钱有辱紫霄峰青木，三师兄不是一直嫌弃我邋遢土气，不似其他仙子一般光鲜亮丽吗？我只是想把这仙草卖掉，还清债务，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云溪，大师兄知道，你就别再怄气了。之前是师尊和师兄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才苛责了些。而且，治好你三师兄的病，不是你一生的夙愿。曾经是，但现在不是。难道大师兄觉得当众诬陷我，甚至想毁我根基，让我永别仙途的人，值得我为他付出一切吗？当然，我也不是绝情者，以前的付出我就不计较，只要你们替我还上这眼下的5万枚灵石，我就将这寒天草给你。我的天，那可是5万枚灵石啊！别说我们了，就算把整个紫霄峰搬空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吧？要是不提借钱的事，说不定人家云溪早就把寒天草拿出来救急了。就是某些人不知道情况就随意告发，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吧？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，我绝对不能被云溪牵着鼻子走。三师兄，三师兄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武师姐，难道在你心里，三师兄的命还不值几个灵石吗？只要三师兄能好起来，就算要骆童的命，骆童也是愿意给的。童儿，快起来！武师姐，童儿求你了，灵石还可以再赚，三师兄的命只有一条啊，你就忍心看着他去死吗？小仙，师兄知道你不是那种绝情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只要治好了你三师兄的病，我会让他好好的。上一世就是因为一次次的心软隐忍，才落得众叛亲离、一箭穿心的下场。那种痛刻骨铭心，永生难忘，我又怎能重蹈覆辙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拿钱换药。武师姐，三师兄的小师妹，你要是真想拿这寒天草救你的三师兄，就替我揽下这债务。只要你把我的债务揽下，我就把这寒天草给你，如何？这还说什么为了救三师兄可以拿命去换？这不是连这点钱都舍不得出吗？够了！三师兄性命垂危，你不顾他的性命，现在张口闭口，你心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师尊，师尊，您消消气。三师兄已经性命垂危了，您是紫霄峰的顶梁柱，您不能再有什么事了。你看看童儿，这才是慈悲为怀、有仁有义的仙家典范。再看看你，是块小人嘴脸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本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寒天草，不然休怪本尊无情。师尊这是要明抢吗？抢！在你6岁那年，本
尊带你上紫霄峰，是本尊给了你牺牲，何况是一株药草，哪怕是你的性命，那又何妨？要是我早知道这紫霄峰都是如你这般，表面正人君子，内心自私自利，不分黑白，不辨是非之人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跟你上山，更不会拜你门下。好啊，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是我的错，10年前不该认错人，把你当做我的救命恩人，不应该带你这个孽畜上山。认错了人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本尊成全你，今日就弥补当年之错，掉了这尊孽缘。师尊，是你，就是我，龙吟。我看你是越活越老越糊涂了，怎么对这么一个小丫头竟然下死手啊？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可是我寒天草唯一的买家，况且此前帮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今日你有难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啊！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眼下心狠。我说银溪怎么会有寒天草呢？原来是你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药蛊王萧峰，别来无恙啊！哎，你别来那套，当我不知道啊。自从10几年前宗门大比你败在我手下之后，便四处躲着我，对不对？而且就算你的爱徒病入膏肓，你也拉不下这脸面来向我求药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云溪这丫头，你的徒弟早就死了。萧峰，你手段阴狠，用药毒我，本来赢的就不光彩，还有脸说出来？哼，简直是笑话！我本来身为药王，修的就是这药草之道，怎么不让我用毒？难道站在那里让你打呀？哼！我看你根本就是输不起，还不让人说。师尊，三师兄的命。萧前辈，不瞒您说，我五师姐并非要拿药救人，而是想把寒天草卖了换钱。现在三师兄性命垂危，我求您劝劝五师姐，让她把寒天草拿出来救救三师兄吧。丫头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老头。哎，你不必向我解释，老头子我相信你。原来你为了寒天草遭的那些个罪，受的那些个苦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就算你今日不肯将这药草拿出来，也一定有你的道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愿意相信我、站在我这边的，竟然只有你。什么叫只有我呀？还有谁不相信你？啊？谁呀？啊？你们可知道，这么些年来，他们为了你们的事情迎前跑后的，心心念念的竟是你们紫霄峰啊！你们居然都不相信他！萧前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你别给我说话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夹着个嗓子说话的声音真的很让人讨厌。萧峰，你可别忘了，这是我的紫霄峰，在我的面前训斥我的徒儿，你是不是太放肆了？哈哈，怎么样，不爽啊？这放肆的毛病，老夫也不是这1、2年刚刚养成的。倒是你呀，这么好的徒弟你不珍惜，还净听信小人的谗言。我看你不要给你徒弟治病了，先把你的脑子给治好吧。谁好谁坏，我比你清楚。原来你是看上了云溪呀，不如等我了断了我和他的师徒之情，你再收了这个孽徒为徒也不迟。哎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！说的话可不要不算数。不错，老夫正有此意。丫头，不如现在你就跟我走吧，我带你离开这紫霄峰。待我回了药谷之后，我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到时让你做我药王谷的唯一传人，如何？让老头带我走，或许能离开紫霄峰，但是学医救人容易，杀人难。要是想阻止林若彤危害世间，还是得留在万众宗，找到武清绝下卷，
替受修为才是。抱歉，老头，我恐怕还是得留在万众走。哎呀，丫头，丫头啊，你看这人侮辱你，而且不相信你，你何苦再留在这里呀？你这个小脑袋呀，怎么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呢？啊！他果然还是离不开紫霄峰。萧峰，看到了吗？你有胆子收，可他没胆子走。云溪，只要你交出寒天草，今天之事，为师可以不和你追究。5万块灵石，只要师尊拿出来，这寒天草，你交出来便是。云溪，别给你脸不要脸！你说什么？谁给脸不要脸呢？我看全天下最不要脸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吧？啊，怎么？你想仗着自己一峰之主的身份，就在一个初入金丹期的小姑娘手上硬抢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所有人都听好了，只要今天有我老头子在，谁都别想要挟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。放心，有老头子我护着你。原来这世间并非没有真心，只是我将真心付错了人。人生短暂，我又何苦为了身外之物和那些不堪的过往，把自己困在紫霄峰呢？云溪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只要你交出寒天草，我这紫霄峰会有你一席之地，否则我自当没有收过你这个徒弟，把你赶出紫霄峰。雨溪，你就别任性了。如果师尊真的将你赶出紫霄峰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云溪愿将寒天草奉上。啊！哎呀，丫头啊，哎呀！云溪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们，舍不得离开紫霄峰。这云溪还算是有点用，反正他离不开紫霄宫，留他在紫霄峰弥补洛童，伺候紫霄峰众人，倒也不错。这寒天草，自当报答师尊和师兄们的养育之恩，愿师尊收下之后，准许我离开紫霄峰。从此以后，我与紫霄峰再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要背叛师门？你疯了！你忘了我们紫霄峰的规矩了？云溪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师尊早就规定过，攀离紫霄峰不仅要自毁根基，还要在渡劫台上承受9981个灵魂钉的。这灵魂钉之痛，别说是紫霄峰了，就算是整个修仙界，迄今为止都没有人能承受过这种痛苦，更何况你一介女流。什么离魂钉啊？哎呀！要知道，这一根离魂钉就能让人痛苦到晕厥不醒，更何况是9981根呐！你们这哪是叛离宗门的惩罚呀，分明是要人老命！子熙，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本尊不与你计较。只要你……我去意已决。敢问师尊，在何处受刑？子熙，要想清楚。离魂钉插入身体之后，会让剥皮削骨之痛。曾有人活活痛死在离魂钉之下。离魂钉再痛，又怎能比得过被至亲之人一剑穿心更痛呢？别说是9981根离魂钉，就算是1000根、1万根，只要让我离开紫霄峰，我都甘愿受罚。云溪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你现在是紫霄峰的内门弟子，你一旦背叛师门，你就是万宗中的外门弟子，你功法无缘，前途无归，你会草草一生的。请师尊赐行。好，既然你自当臣属，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准备受刑台，我倒想看看。他能嘴硬到何时？哎，师尊，真是个主话。哎呀，丫头啊，你听老夫一句。老头，你不用再劝了，我心意已决，能够离开紫霄峰，
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是。知道，可是这……哎呀，丫头，你看看，我承受了多大的屈辱，才非要离开你们紫霄峰啊！丫头，云溪，你就别任性了。你也知道，这离魂钉根本不会伤及你要害，但是也不足够为你撑下去。云溪，本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请师尊，请容隐真人降罚。好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云溪，继续。还在降，待我毁了你的根基，我有仙力护体，看你降到何时。云溪，云溪，你就别硬撑了，你的根基已经被毁了，你根本撑不下去的。再来，云溪，当君要离开紫霄峰。请容隐真人成全。好，本尊就成全。老陈，我这是被擦伤就疼的几乎要晕过去。老陈，云溪究竟是怎么样撑下来的？师尊，望你手下留情。毕竟他也是跟了你这么多年的。云溪，师尊，你想吃什么？云溪去给您做。师尊今天想吃阳春面。好，云溪一定要快点长大，为师尊分担，不再让师尊这么累。师尊，云溪最喜欢您了，云溪能不能一辈子陪在你身边？当然能啦。离魂钉未完成，云溪已婚结，便不作数，把他拖下去治疗。告诉他，休要再犯下现在的错误。多谢师尊。没事了，师尊消气了，以后你还是我们紫霄峰的弟子。放肆！见你容不下小师妹，休怪本尊无情。从此以后，你和我紫霄峰，我与紫霄峰再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云溪，998是一根离魂钉已收，我与紫霄峰再无瓜葛。好，来，好孩子，
咱们走。啊！云溪，想干什么？林洛彤，宗门的门规是同门之间不能进行生死决斗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是紫霄峰的弟子。我现在向你发出挑战，半年之后和你进行生死决斗，不到一方死亡绝不停战。可敢应战？生死决斗？云溪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根基尽毁，重塑根基需要半年时间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骆童呢？云溪也说了，我是紫霄峰的人，如果我不应战的话，丢的可不就是紫霄峰的脸面了？童儿说的没错，云溪，短短半年，你还真以为能打得过童儿？本尊就等着你自掘坟墓的那一天。那我若是赢了呢？你这个根基受损的废物，若是你赢了，为师就跪在师宗人前向你道歉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不认账。老头，离开紫霄峰的路，我要自己走。自己走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没有重蹈覆辙了。云溪，哎，干什么？你们不要忘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云溪这丫头便不再是你们紫霄峰的人了。还有，容隐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是你们紫霄峰配不上她。云溪这次连头都没有回，看来这次他是不打算回紫霄峰了。他从小在紫霄峰长大，这里是他的根，他不可能轻易舍弃的。他只不过是闹脾气，要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和从前一样，跪在宗门面前，哭着跟我道歉。可是他已经接受了和小师妹的生死之战。他定是算好了时间，半年之内重回紫霄峰，同门之间禁止私斗。等他再回来，什么生死决斗都一场而已。他竟如此心思，师尊，你到时候一定让他长长记性，可别让他轻易回来。师尊，您放心，童儿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云溪要是有你半分懂事，也不至于把事情闹成这个样。幸好，当年救为师的人是你。还什么紫霄峰峰主，不照样被我耍得团团转？云溪这个真正救了容隐的人，已经被贬为万门弟子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威胁我的大计，指日可待。我这是昏迷了多久啊？根基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睡了一觉，让根基恢复了？难道是吴清觉的功劳？云溪，你可算醒了！你吓死我了！我不过出门游历几天，一回来我就听说你被判出师门，还被贬为外门弟子，还中了81颗离魂钉，
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将近1个月，差点就错过宗门大比了？子慧，真的是你？子慧活着，子慧还活着。上一世子慧参加宗门大比就再也没有回来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子慧遭受任何危险。允熙，我喘不过气了。看你紧张的，别担心，以后有我保护你。而且药谷谷主还帮你还清了债务，从今以后你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往后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报答他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池叶他变成废物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寒天草不是已经给他了吗？他怎么会变成废人呢？我也不大清楚，好像是寒天草输出灵气时出现了什么问题。上一世池叶服下寒天草之后，短短几天就突破了元婴期，现在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废人呢？难道除了我发生了改变，其他人也发生了变化？云溪，你别想那么多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攒足精力参加明天的宗门大比。不行，宗门大比之前，我得去看看池叶。哎，等等，云溪，我陪你去。哦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想喝水啊？去喝啊！你怎能这样羞辱我？师兄，池叶，只有云溪那个赔钱货，愿意无怨无悔的照顾伺候你，也只有云溪才会在意这种如破烂般的。池叶，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整个师门没有人会在乎你的。能半条狗讨我开心，也是你唯一的乐趣了。你怎么还恼了？对，就这样。看你们仙门中人这副狼狈的贱样，我怎么就忍不住的兴奋呢？陈若彤，你这么做就不怕师尊知道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会相信你？别忘了，你当初是怎么对付云溪的。现在整个紫霄峰没有人会信你。哦，如果云溪在的话，说不定他会信你。只不过他现在已经叛出师门，和你毫无干系了。是我的错，已经晚了。你呀，就待在这无人问津的小房子里，慢慢的为我折磨吧。啊，师兄，你不是想喝水吗？啊，哥，没想到世人称赞善良的洛童，现在背地里竟然是这个样子，啊，太可怕了！谁在门外？谁在门外？要是我的所作所为被
被人看见了传扬出去，我的名声岂不是全毁了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大师兄，你能不能好好管管？自从云溪走了，公账上的钱一少再少，现在竟是连一顿肉都吃不上了。小师妹只知道拿公账上的钱买衣服和首饰，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呀？女孩子嘛，爱美也是正常。可是云溪也是女孩子呀，我怎么没见她拿公账上的钱乱花？云溪在的时候，你们嫌她土，嫌她不如小师妹漂亮动人。现在她不在了，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大师兄好意思说我？以前云溪在的时候，你不也是嫌弃云溪娘人木讷吗？现在还不是都去天天偷偷看她？云溪在的时候，这水杯里的水都没有凉过。现在，大师兄，你能不能去跟师尊说说，让他原谅云溪，把云溪带回来好不好？陆某，师尊，他犯下这么大的错，就想让我轻易原谅他？我紫霄峰岂能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若是他真心悔过，我也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太好了！万门弟子生活寒苦，又没有我们的保护疼爱，他定见识不了多久就灰溜溜跑回来，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就能像以前那样舒坦了。但你们给我记住，云溪和童儿不一样，童儿受了太多的苦，骄纵见识见长的。你们作为师兄的，平日里多让他一点，明白没？是师尊。师尊，不好了，有魔族闯入紫霄峰了！啊！吓死我了！那妖女不是刚刚在修炼吗？耳朵怎么那么好使啊？云溪，我们快点走吧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。可是你替我守一下，我就进去看一眼。好，那你早去早回，外门弟子私闯内门可是大罪，你早点出来。你不会嫌弃我的，只要我认真道歉，云溪一定会原谅我的。三师兄体弱，希望我给他治药膳，能让他好一些。师妹心里还是牵挂我的。三师兄，我说怎么大老远轮到一个不是的，原来是你。你能不能干点上台面的事情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这样对小师妹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云溪，自从这三师兄昏迷之后，你都5天5夜没合眼了，要不然还是休息一会儿。三师兄醒过来，见不到人会害怕的。师兄一日不醒，我便一日不休息。你先去吧。三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像你这副邋遢的样子，看就让人恶心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来我的仙府。出去！
三师兄晕倒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三师兄性命垂危，师尊说了，需要以命换命。我用我的命，只要能救三师兄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四师弟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只要是关于我的事，本帝会抛出性命拼死争执。这次又是。子虚什么仙门鬼子，我的却都是些畜生不如的事情。云溪，云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云溪，你是不是原谅师兄了？你回来好不好？师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。请你自重，我已经不是紫霄峰的弟子，你也不再是我的师兄。云溪，师兄知道错了，是我不该轻信林洛彤那个毒妇，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污染了寒天草。付出了生命，但是功力全废了。直到我身陷囹圄之后，我才知道真正对我好的人是云溪。这枚玉佩，我自始至终就是给你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给别人。你拿着它，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？迟夜，我们早就回不去了。不可能！撒谎！从小一起长大，怎么可能说回不去就回不去了？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师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走。以前看到迟夜这样，或许会动容，但现在却只觉得聒噪，但他这也是受到无心诀的影响。有魔气侵蚀的迹象，这一世林洛彤的行动果然提前了。我要尽快找到无心诀下卷，绝不能让他再得逞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四师兄，我没有歹意，我求你放了我吧！我奉师尊之命，在这里照顾三师兄，感觉到不对我就立马禀报。没想到真的有人闯进来了。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紫霄峰内门，一个外门弟子怎敢闯入？刚才他在门外，也不知道偷听了多少，但不能再留了。师尊，他在紫霄峰鬼鬼祟祟的。刚才我照顾三师兄的时候，还隐约感觉到了魔族的气息。他不会是魔族派来的奸细吧？不是的。说，闯入内门究竟什么目的？如若不说，休怪我取你性命。我是。不行，我不能把云溪供出来。龙隐真人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，我对紫霄峰还有整个宗会没有歹意的，我求你放了我。你话都说不清楚，还想让我们相信你？我呸！外门弟子私自进入内门，不是偷取功法，就是境外不轨，哪一天都让你死100次了。宗主，你不能亲自手软。是啊，师尊，现在魔族死灰复燃，万一他真的是魔族的奸细，危害的可是整个仙门，谨您三思啊！外门弟子私自闯入内门，本身就是大罪。来人，带下。不是的，我是好人，我不是坏人。云溪，云溪，人是我带来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王世民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醒了怎么不告诉师兄一声？知道我多担心你。这位仙人说笑了，我已经不是紫霄峰的弟子，你这一身武师妹，我怕是担待不起。荣隐真人，子慧是我的朋友，是我执意要带她来的。
你要罚便罚我，与子慧无关。云溪，云溪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只是外门弟子，为何要违背门规闯入内门？这还用问吗？定是他当初执意要离开紫霄峰，现在后悔了呗。云溪，你也真是的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4师弟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管好你的嘴。云溪，你要是后悔离开紫霄峰，你可以告诉师兄，师兄可以帮你修建。我既然已经走了，又怎么可能再回来？你们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云溪，我劝你想好再说。你可知道外门弟子私闯内门是什么罪？无论什么罪，你们换个子慧，我一人承担便是。云溪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真人说笑了，我已经受了你9981根离魂钉之血，又怎么会觉得你不会动我？你要罚便罚，我绝不会多说一句。云溪，你为何处处要本尊作对？本来想着找到偷窥者，没想到把云溪揪了出来。云溪还死性不改，处处惹怒容隐。这下容隐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师尊，罢了，念你是初犯，不跟你计较。若有下次，绝不饶你。你走吧。师尊，你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刚才我可是感受到了魔力的波动，万一不小心放过了罪魁祸首，勾结魔族，他没有这个胆子，更没有这个能力。本尊不想再看见你，滚！云溪，师尊，您就别生气了。云溪刚醒就来内门，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放不下紫霄峰的。说不定是想引起您的注意呢。果真？您还不了解他吗？他就是嘴硬。对了，师尊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明天的宗门大比啊，他也是报了名的。宗门大比虽有机缘，但也十分危险。他去报名做什么？您忘了吗？宗门大比的头筹是能让宗主完成一个愿望，他定是想拔到头筹，然后想恳请您让他重回紫霄峰。他根基尽废，还想夺得铜筹，自不量力吧？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师尊，他自小在楚霄峰娇生惯养长大，怎么能受得了外面的寒苦？等他回来求您那一天，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，还不是您说了算吗？来都来了，看看职业吧。糟了，要是让他们看见石业被我折磨成那个样子，我就算是死都解释不清了。师尊，师尊，三师兄已经休息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再去打扰他了。就看一眼无妨。师尊，三师兄争强好胜的性格，您是知道的。他修为尽废，本就自卑，不想看见任何人。童儿求您了，您就别在这个时候再去刺激他了。也好。明日就是宗门大比，你们要好好准备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发现一本叫《无情诀》的秘籍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定要给为师带回来。无情诀？无情诀乃是修真界无极仙尊修炼的至真功法。自从无极仙尊仙逝之后，就将此卷分为上下2卷，散落各地。上卷无人知晓，但有可靠消息，下卷就在万真宗禁地，就是你们这次宗门大比的地方。无极仙尊不是整个修真界唯一的仙尊吗？这无情诀真有这么厉害？那是自然。若有人得到此功法并炼之，定会一步登天。这次大比有很多门派派了自己的内门弟子，你们把握机会，别让本尊失望。是。有我在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拿到无情诀？还有云溪这个贱人，
坏了我这么多事。明日宗门大比开始，我定让他好看。云溪，龙隐真人真的就这样放过他们了？你还想让他不放过我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是不知道，刚才你没来的时候，他们差点就把我就地正法了。但是你一来，他们就放过我了。这说明啊，这个师尊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他心里有谁与我何关？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明天的宗门大比，内容究竟是什么？云溪，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以前满脑子都是紫霄峰的那些男人们，现在却……我不管，反正就是变得更好了。上一世宗门大比，林洛彤拔得头筹，此回却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我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。没想到这次宗门大比的内容，竟然是在禁地上待上整整5日，坚持到最后就算赢。这地方这么危险，外门弟子护出性命拼一拼也就算了，还有这么多内门弟子啊！宗门大比年年都有，今年确实不太正常。听他们说，好像是为了什么秘籍？秘籍？什么秘籍？听他们说过一嘴，不过具体是什么，我也不太记得了。不过这内门弟子条件优越，不管是头筹还是秘籍，他们拿到的概率都比我们高，所以很多人都想加入内门弟子的队伍呢。云溪，你以前是紫霄峰的内门弟子，现在不会后悔了吧？快看，是紫霄峰的内门弟子！快看，紫霄峰的内门弟子！哎，大师兄，和我组队，我可以帮你们守夜。大师兄，我来，我除了会守夜，还会做饭呢，而且绝对听话。你们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会往西的。大师兄，还是选我吧，会唱歌，还会唱曲儿。宗门大比这么久，我在路上还可以给你们解解闷儿。一群趋炎附势的狗腿子，这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吧。不过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禁地的门开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云溪，云溪，你不会是不好意思跟我讲话吧？你放心，就算师尊将你贬为了外门弟子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我挺嫌弃你的。云溪，我知道你是在怪我没有让你加入内门弟子的队伍，可是让谁加入都是大师兄全权决定的，我说了不算。再说了，外门弟子那么多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机会吧。洛腾仙子不愧是万正宗仙子的表率，就是知情达理。云溪，你现在跟我们一样，不过是外门弟子，凭什么享受优待？早就听说他在紫霄峰的时候刁蛮任性、蛮横无理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让咱们开了眼。他还真以为他是万人敬仰的紫霄峰武之简。听说1个月前他已经根基废尽，一个废人还敢来，他该不是会想跟大师兄、四师兄还有洛彤仙子他们这些内门弟子一起组队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嚷什么？云溪，那说话太难听了。我们云溪才跟你们不一样呢。某些人看见内门弟子就跟哈巴狗一样天真，云溪才不稀罕。他是不稀罕呢，而大师兄他们压根就不搭理他呢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。此宗门大比，我和小子商量好了，由他来保护。大师兄那好宠洛腾仙子，要是我能做洛腾仙子，哪怕1天也行啊。人家才是相亲相爱的同门师兄妹呢。你看大师兄都不看云溪一眼，他还在做那白日梦。大师兄修为最高，自然要冲在最前面。大师兄放心，我会跟好四师兄的。大家好，大师兄，此次宗门大比，你的根基已废，就由我来保护你靠好。
此次宗门大比，就由大师兄来保护你可好？怎么大师兄要主动保护云溪？这怎么跟传说中不一样啊？都是传谣呗。你看大师兄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不喜欢云溪啊？何止，大师兄都能抛下洛童仙子保护云溪，可见云溪的分量不比洛童仙子轻啊。多谢洛尘师兄关心，不过不必了。云溪，你就别闹了。宗门大比如此危险，大师兄来保护你，我还能放心吗？不必。云溪，我都说了不必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？洛尘师兄，此次宗门大比，我想自己闯，不想跟别人比，你还是另找他人吧。啊，不是吧？云溪居然拒绝了大师兄？我怎么觉得这次云溪和之前不一样？大师兄，你何必理会他？他就是作。等他进入宗门大比，知道其中险恶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要哭着求你护着他呢。这么不知好歹，到时候死在里面都没人管他。小四，算了，我们这次有主要目的，夺得头筹，得到无情诀。大师兄，你害怕什么？这万众宗12峰弟子，哪一个能比得过我们紫霄峰的？无论是无情诀还是头筹，到时候定是我们囊中之物。走吧。我害怕。没事。那是什么？无情诀。真的是无情诀，太好了！有了无情诀下卷，我的修为就能再提升一层了。洛尘，你想独吞无情诀？宗门大比本来比的就是实力修为，各自凭各自的，何来独吞一说？各位，我奉紫霄峰荣允真人之命，前来取无情诀。在场的各位，要是对无情诀有意，大可上前一战。都把紫霄峰和柔影真人搬出来了，那不就是在说谁敢上前抢，就跟紫霄峰和柔影真人作对吗？先不说敢不敢，就算是抢，我们在场的加在一块儿也打不过洛尘师兄啊！我看这无情诀是要落入紫霄峰的口袋了。若是无情诀被洛尘拿走，再想拿回来，怕是难了。但是现在公然挑战洛尘，肯定也不是明智之举。那这无情诀，我给你拿走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云溪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成何体？你赶紧把衣服穿起来。穿成这样，大师兄不喜欢。大师兄还不喜欢。很喜欢大师兄。
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那个仪器，莫非是吴清觉制造出来的幻境？看来无极仙尊留下的东西果然名不虚传，只有被他选中的人才能拿下它。这么看来，所有人都可以拿到无情诀了。我先去试试。四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小子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了？云溪要真长成那样，思路也还是不错。臭忽悠！你我都是修行之人，怎么能想如此下俗之事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？莫非你也看到了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总而言之，当下该解决的是先完成宗门大品，剩下的之后再找师尊来取。大师兄，我听说无极仙尊不仅是修真界的唯一仙尊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该不会只有女子才可以拿得到吧？女子？我试试。子辉，没事吧？几乎所有女子都试过了吧？现在就只剩下洛童仙子跟云溪了吧？云溪这个废物就算了吧，我看最后啊，还是洛童仙子拿到这无情诀下卷了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凭什么您洛童可以，我们云溪就不可以啊？那还用问吗？洛童仙子那是什么人啊？那可是紫霄峰唯一的女真传弟子，更是容隐真人的爱徒。能得容隐真人青睐的，无一不是天资卓越、仙姿非凡之辈，哪像某些人啊？想想都觉得可笑。你说他挤破头皮到内门，结果又被逐出外门，现在根基尽废。哼，我看啊，连我们这些外门弟子都不如了吧？就是，还想拿无情诀呢。废物诀我这里倒是有，你要不要啊？那我要是拿到无情诀了呢？哼，你该不会真幻想你能拿到无情诀吧？云溪在紫霄峰的时候，脑子就有一些不清楚，请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再嘲笑他了。云溪，等我拿到无情诀，会给你看两眼，满足你的愿望的。我们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以为自己手眼通天了呢。云溪，你永远都路不过我。林若彤，话别说的太满，小心一会儿脸疼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谁才是那个跳梁小丑。小师妹，原来小师妹真的是天选之人啊！洛童仙子果然不凡，不光长相貌美也就罢了，连天赋和机缘都如此的高，以后定然是仙门栋梁啊！洛童仙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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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天助我也！本属于仙界的无情诀，却被我一个魔族拿下，仙界如今当真是无人可用了。等我率领魔族打下仙界的那一天，就是你们的丧命之时。到时候区区一个云溪，算得了什么东西？小师妹，小师，哎呀，林乐彤，这还没过年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云溪，我看你呀，赏他点东西，毕竟呀，他可向你行大礼了。没关系的，这无情诀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取到。我们先完成宗门大品，然后回紫霄峰找师尊他们来取。得意什么啊？就好像洛童仙子拿不到，他还能拿到似的。这叫什么？小人得志，有本事他上去拿下来呀！他要是拿下来，我给他当孙子。行了，别跟他扯，咱们赶紧跟上大师兄他们吧。夜晚禁地十分危险，咱们呀就别跟这种人扯皮。
吴清绝认主了，吴清绝选择了云溪。这吴清绝怕不是疯了吧？放着洛尘师兄和洛童仙子不选，选择一个根基尽碎的废人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吴清绝真是厉害，竟然这么快就突破元婴巅峰了，太好了！有了他，我定能阻止林洛童率领魔族危害世间。云溪，云溪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拿到无情诀，就相当于得到了无极仙尊的认可。什么紫霄峰的，根本就配不上。子慧，你不想提紫霄峰，那我就不提了。可是我怎么听说，要是云溪拿到五清诀，就有人当孙子的？谁知道他用了什么肮脏龌龊的手段？否则，凭他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拿到秘籍？算了，子慧，我们来这里是参加宗门大比。各位，天色已晚，我劝大家还是找个地方躲身，毕竟宗门大比，掉以轻心是会要命的。这五清诀既然阴差阳错的到了云溪手中，可是师尊明明吩咐过我们，要将五清诀带回去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他豪横什么？不就是拿到无情诀吗？洛童师姐可是内门弟子，那肯定比他强。你给我闭嘴！云溪，你为什么要次次坏我好事？为什么要次次给我难堪？今天要是不给你点教训，我脸上往哪放？这是怎么了？饕餮，只是说饕餮此时最爱与西方人灵力冲击，唯有人类最强者可与之一战，这里怎么会出现这么凶残的魔兽啊！快跑啊！我就是来参加宗门比试的，我可不想死啊！看，那里有个山洞，或许可以藏人，往那边跑。走！云溪，吓死了我，差点死了。上一世我虽然没有参加宗门大比，但是根本没有人说过饕餮的事情。难道子辉上一世在宗门大比丧命，就是因为饕餮？洛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难道要等死吗？在这里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谁能救救我吗？三师兄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逃出去？饕餮是化神境，我只是元婴境，听懂没？宗门大比还有5天才能结束，饕餮已经开了灵智，肯定会想办法抓住我们的。难道我们真的要命丧于此吗？各位，饕餮最多是化神境，若我们在场所有人能够合力，说不定能够击败他。云溪，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。那饕餮可是化神境啊，我们之中修为最高的大修还不过元婴境，相差一个境界，那就是云泥之别。我刚刚仔细观察，那饕餮颈间有伤，现在应该已经是强弩之末。云溪，你说过了没有？强弩之末那也是化神，不是我们能打得过的。你要是想送死，就自己去，别想连累我们。就是，你上下嘴唇上的一动，真的胡说八道。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根基破碎，你不用上去和饕餮拼死拼活，你才说这种话呀？开了眼了，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的人？简直不配成为我们仙门中人。童儿倒有一计，关键时候还得是看洛童仙子。洛童仙子，你的计划是什么呀？想让我们活命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饕餮吸食人的灵气，可是吸食灵气是需要时间的。我们只需要牺牲几个人，这样就可以趁着饕餮吸食人灵气的间隙逃离禁地了。这理论上倒是可行，只是这种事情会有谁去做呀？倒是有外门弟子。洛童仙子，你是让我们死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没有人牺牲的话，那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同是仙门中人，这种舍生取义的事儿，不会有人拒绝吧？说的也这么好听，
既然要牺牲，你自己咋不去死啊？我是内门弟子，可是仙界未来的栋梁，我们不过是外门弟子，再怎么努力，在仙界不过也是扫扫地、洗洗水的杂活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？可是从来没见过有人把自私自利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云溪，你说什么呢？饕餮现在身上有伤，只要我们能齐心协力，说不定真的能击败他。但你非要用别人的生命来挽救你自己的生命，就你这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仙门栋梁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让我们出去跟饕餮拼命，你一个根基尽废的废物，躲在我们身后坐享其成吗？小师妹说的没错，云溪，你说那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自己保命吗？只要你们同意合力对抗饕餮，我现在立刻第一个冲出去，你们敢吗？行了，别闹。大师兄，那个饕餮就算受伤了，也是化神境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童儿死了没关系，但是大师兄和诸位内门的师兄师姐们可是天之骄子，童儿实在不忍心看着你们在这白白送死啊。可是我们也不想死啊！大师兄，求您就听云溪的吧，和饕餮一战，若是不敌，我们甘愿一死。求大师兄给我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吧！洛尘，你信我一次，只要我们合力对抗饕餮，是一定有机会能把他打败的。我也是外门弟子，难道你也要把我送出去送死吗？大师兄，你别听他蛊惑你。现在饕餮这么危险，我们出去了不知道是死是活，你别听他的。大师兄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快做决定吧。小姐为人是大义，等我回去之后，挑个小奏主禀报，宣告天下。上一世，子辉在宗明大比失踪，尸骨无存。原来竟是被这些内门弟子当成活命的工具喂给了饕餮，还说是要宣告天下。上一世他们从宗门大比中离开，满心满眼都是多亏的喜悦，可曾对这些为他们牺牲的外门弟子有过一点点愧疚？我绝不会让子辉他们白白送死。大师兄，你身为紫霄峰大弟子，被誉为万众宗众弟子的表率，被万众敬仰。却是如此贪生怕死之辈。我这是为了大局。大局？你的大局就是用别人的尸骨来给自己铺路，这样的路你走得下去吗？云溪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不论什么时候，舍孝保大都是真理。若我偏不认这个理呢？云溪，现在认不认这个理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好。云溪，什么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也是外门弟子。既然我无法反驳你的决定，那我就只能从命了。只不过，拖住饕餮，我一个人就可以，不需要其他人的牺牲。子辉，一会儿我拖住饕餮，你和其他人一起逃。云溪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可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。一个人根本不够，快把他们拉出去！去！子辉，你干什么？我也是外门弟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云溪，你身上有无情诀，师尊吩咐过了，要我将无情诀带回去给他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允许你死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起开！子辉，云溪，我们活下去。云溪，子辉，子辉，这怎么可能？云溪不是一个根基尽毁的废物吗？危险，我拒绝。为好的前途，
我会杀了那个孽种，保住所有人的性命。在这等我。孽畜，受死吧！云溪的真气竟然真的可以和饕餮的灵力相抗衡，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呢。我还真是想瞧了他，他竟然敢藏拙！有我在，怎么可能让你当救下所有人的英雄？再活一次，我竟然还是改写不了既定的命运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要是没有你，我们这些外门弟子还是早就已经死了。林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些外门弟子只能讨好内门弟子，给自己谋一条活路，只是可……别说了，你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没用的，雨溪，原谅我对你的恶语相向，我只是有点不甘心而已。没想到，我这回也算是做了一个英雄吧。可是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这个蠢货，明明自己实力不强，还想去逞强，这也闯祸了吧？小四，云溪年纪还小，他不懂事，你为什么老揪这件事情不放？四师兄，你就别嘲笑云溪了。我说他有错吗？他刚才那副深明大义不怕死的样子，说什么能打得过饕餮，自己不自量力也就算了，还想连累我们。看他这副狼狈样子，他就算拿到无情诀又能怎么样？这辈子都吃不了菜。是我错了，云溪，知错就好，赶紧回来。之前我的目光全都汇聚在你们身上，导致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们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以前是有多么的浅薄。你在说什么？原来上天让我重活一世，是为了让我活得清醒，活得明白。云溪这是要突破了！不会吧？这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他也能突破？大师兄，你看一下，他是突破了极大的原因啊！化神境，玉溪竟然突破了化神境！什么？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之前在紫霄峰一直都是废物，怎么可能会突破到化神境？这种天赋，甚至要超过当年的无极仙尊。这个贱人！凭什么这个贱人的天赋能这么好？也不知此次宗门大比能博得头筹的究竟是谁？哎，那还用说吗？咱们这万众峰里属紫霄峰的容隐真人座下弟子修为最高，这次头筹非容隐真人莫属。此次宗门大比夺得头筹都是小事，拿到无情诀才是关键。境地里有人突破化神境了。只有洛尘现在的修为是元婴巅峰，突破化神境的一定是他。容隐，你有这么天资卓绝的弟子，真是令人称羡呀！啊！云溪，等我紫霄峰拿到无情诀，并且拿到头筹，站在万众宗众峰之顶，你就后悔去吧。云溪，你赢了，我们赢了！这个饕餮居然就是宗门大比的内容，恭喜你，云溪！
拔得头筹。没错，云溪，这次我们能活下来，全靠你，你才是我们万众宗仙子的表率。原来我能做的，也不仅仅只是在紫霄峰端水打杂。这应该是宗门大比的奖励吧？云溪，你全拿走吧。这次是你斩杀了饕餮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没错，就是云溪赢得的。驱魔草，职业就是被魔气感染才修为尽废。要是有了驱魔草，说不定可以治愈职业。我就要一样，剩下的大家都分了吧。云溪，这驱魔草我也想要，你把它让给我吧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这次宗门大比能赢全靠云溪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都敢明目张胆的抢，谁知道你在背地里给了云溪多少委屈？亏我以前还叫你仙子，我呸！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猕罗童，你还把我们当傻子耍呢？非为我们会上你的当。我知道，大家还在为刚刚的事情生气，但是我刚才也是太害怕了，而且我本来也想着，等我出去了，找人回来救大家的。我还是在意你们的。有危险的时候让我们牺牲小我，没有危险的时候又说在乎，真是一张嘴就敢颠倒是非黑白。我看啊，以后你就不要叫骆童仙子了，叫骆童骗子吧。大师兄，你看他们如此不尊重内门弟子，那不就是不尊重你吗？你快帮我教训他们。够了，小真，这东西本来就属于云溪的，我们不能强求。你怎么也偏向他？大师兄，我才是你的小师妹，你怎么能偏向他呢？罗童，一群虚伪的东西。云溪，以后我们保护你，但凡有人说你坏话，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。我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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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。云溪，宗门大比刚结束，就火急火燎的来见他，还拿自己的战利品给他治病，你都忘了他以前怎么对你的？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职业天资极高，要是把他治好了，未来将会是万宗宗的一大战力。宗门大比拔得头筹，可以让宗主满足一个愿望，你想好要什么了吗？依我看，你就许愿，让谁也抢不走这无情诀。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眼红这无情诀呢？眼红有什么用啊？无情诀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修炼的。要想修炼无情诀，必须断情绝爱。这世间能有几人能做到？断情绝爱。断情绝爱！我说你这些天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云溪，那你也对我无情了呗？断情绝爱，断的是情情爱爱的小爱，我怎么会对你无情？洛尘师兄，跟我走，去把无情诀交给师尊。从此之后，我不允许你再修炼无情诀。修炼什么是我自己的事，洛尘师兄管不着吧？无情诀断情绝爱，你修炼它，只会让你变得冷漠，变得更麻木。你真的忍心舍弃我们这些年的感情，忍心舍弃师尊、师业、朋友，还有这些东西，不是早在离开紫霄峰那一刻就已经舍弃了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那都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说舍弃就舍弃？小心，你听师兄的，你就放弃无情诀吧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想要什么功法，师兄都会帮你找到，好不好？洛尘，我不明白，之前在紫霄峰的10几年，你不是都觉得我太粘人吗？大师兄，明日就是宗门大会，所有的宗门弟子都会参加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云溪啊，这次呢，你也别去了。啊？为什么？
这还用问吗？反正啊，带你出去也是丢人。你就在紫霄峰好好留着守门吧。可是宗门大会是所有弟子增进感情、祈求团圆的日子呀。云溪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不能把这些情情爱爱老挂在嘴边，别这么黏人了。你从未有情于我，现在我修无情道远离你，岂不是正合你的心意？谁说我对你无情？我。云溪，荣允真人有请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骆童想要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跟骆童抢？我凭自己本事得到的东西，不给他，就是跟他抢。凭你的本事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一个根基作废的废物而已。此次宗门大比，要不是洛尘和红勇帮你，你能不能活着回来，都难说了。师尊，红勇，你不必替他解释。都这么久了，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说什么？荣影真人，我已经离开紫霄峰，你没有资格命令我行事。要是他真的觉得我抢了他的东西，大可以闹到宗主面前，让大家伙来评评理，看看究竟是谁对谁错。师尊，算了吧，既然云溪想要，童儿给他便是了。童儿不想师尊为难。当初错把云溪当成救我的，让童儿流落在外，遭了这么多的罪，我怎能再看他受欺负？云溪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荣影真人还有何吩咐？你三番五次说自己不是紫霄峰的人，不就想以此来威胁我？立马把东西还给洛童，我现在就让你回紫霄峰。你以为我做这一切是为了回到紫霄峰？不然呢？你一次一次的挑衅洛童，挑衅紫霄峰，不就是想让我注意到你？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宗门大比，就是想获得同仇，然后顺理成章的回到紫霄峰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吗？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，把东西立马还给洛童。不过你回来之后，也不可能和童儿一样成为内门弟子。先做一段时间女士吧，好好改改你骄纵的性子，等到我满意，再做回你的内门弟子。师尊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自始至终都这么不值钱。想要让我看得起你，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知不知道这次洛尘不仅拿到了无情诀，还突破到了化神境，凭一己之力消灭了妖兽饕餮。洛尘可是我们整个紫霄峰的骄傲，而你呢，整日只知道和童儿争风吃醋，除此之外一无是处。我紫霄峰收留你，那都是你三生万幸。那我若是说此次夺魁的人是我呢？哈哈哈哈！你，云溪该不会是疯了吧？那个是斩杀妖兽饕餮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他那种根基破碎的废物？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吗？那可是洛尘师兄的魁首，那都敢顶替，他不要命了！云溪，倘若魁首真的是你，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万宗中了。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不知道？就连红佑和童儿也不知道此事呢？红佑师兄，不如就由你来说说，此次夺魁的人究竟是谁？别傻了，云溪，你还真以为红佑会替你撒谎吗？就算你现在离开了紫霄峰，也是顶着洛尘的魁首的名号招摇撞骗，单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把你处置了。
今日我便让你尝尝胡言乱语的下场。石盾，石盾！刚刚外面弟子说，宗主和2位主峰的峰主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他们要见云溪。宗主和2位峰主见云溪做什么？哦，定是他们知道了顶替了洛尘，前来问罪来了。容隐真人，请放心，不论发生任何事，都跟你无关。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他们可是宗主和峰主，那是万宗中顶级的存在。要是想杀你，一句话的事。那有，我们紫霄峰也是3大主峰之一，只要你把魁首让给童儿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都还没有见面，你就这么认定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？容隐真人，你未免有点太自信。那他们找你还能干什么？你残害同门师妹，背叛师门的事情人尽皆知。除了我们紫霄峰，谁人还敢护你？云溪，你也是经历过宗门大事，你应该知道，一个弟子如果没有宗门庇护，将来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们这些外门弟子，只能讨好内门弟子，给自己谋一条活路，真是可叹。外门弟子确实辛苦。既然你知道，赶紧把魁首交给童儿，待会宗主来了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宗主到！云溪，你再不应下，待会宗主找你索命，我定不会保你。不劳容隐真人费心，不论发生任何事，我自己扛。容隐，宗主。容隐，谁是云溪？谁是云溪？你就是云溪？是。你是哪个峰的弟子？我是。回宗主，他曾经是我的弟子，但生性顽劣，现在已经逐出师门。此话当真？或许只有让他真正吃些苦头，见识一下修仙界的残忍之处，才能让他知道整个修仙界只有我会要他。回宗主，此话当真？好啊，太好了。云溪，你太太是独身一人，可否愿意加入我的门下？宗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当真要收她为徒？原本我知道云溪是你门下的弟子，我还想着怎么把她挖过来。哼，现在好了，云溪被你逐出师门，我的机会来了。哎，宗主，这拜师是双向选择，想收云溪为徒的又不止你一人。云溪啊，你要是愿意拜我门下，什么条件随便你开。哎，你条件再好，能有我条件好吗？云溪啊，你可知道我碧桐峰是整个宗门最有钱的？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送你一座金山，让你撒着玩，如何？不对，错了，全都错了。杀死饕餮的不是洛尘吗？师尊，您可能是误会了，您口中所说的的确是云溪。杀死饕餮的不是洛尘吗？师尊，可能你误会了，你口中的那个人确实是云溪。你们定是搞错了，这可能是有什么误会？怎么可能是云溪呢？容隐，我现在知道云溪为什么会离开紫霄峰了。难道承认云溪优秀就这么难吗？云溪，魁首可以得到宗主的一个承诺，你现在可以想要得到什么？自万众宗成立以来，内门弟子由宗主和峰主钦定，得到源源不断的功法和修炼资源，而外门弟子却只能空有一腔匡扶正义、扫平魔族的热血，无名而终。这根本就不公平。云溪恳请宗主给外门弟子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我让壮志空在怀，悔恨一阵生。恳请宗主给我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恳请宗主给我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恳请宗主给我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好，好。林夕啊，万正宗能有你这样的弟子，仙门的未来有望啊！你可不愿意与我找一个地方细细商谈此事？容隐，修为确实远远高于云溪，但是比起来做人，你不如云溪。老冯，收好你自己的本，不要再来打扰云溪。从只有你，我会下了眼惯着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不是这样计划的。那个众星捧月、万众瞩目的人应该是我，凭什么是云溪这个贱人？云溪，别忘了我们的半年之约，届时在生死决斗上，定着杀了你。话别说太满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师尊，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云溪能达到的地步，已经是我远远不可及。难道说，云溪真回不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就是走了女人，看看他们这副上不了台面的样子。这半年之内，我定要集齐魔族全部的力量，将仙门这群狗东西一个不剩的屠戮殆尽。云溪，等我带领魔族踏平万众宗的那天，我看你还如何猖狂！这都连着修炼了3个多月了，云溪师姐不嫌无聊吗？别捣了，明天可是云溪和林洛彤生死决斗的大日子，那可是生死决斗，不能出现任何争执。我的神识居然可以出窍了！据说神识可以不受肉体的桎梏随意移动，竟然是真的。这几个月的修炼大有进展，明日和林洛彤的生死决斗，我一定不能输。童儿，这本功法拿去好好修炼。新兴大法，师尊，这本功法是做什么的？此功法能吸收人的人气和修为，本来是本禁书，但现在这个时候，本尊不得不拿出来了。童儿，也就是你和云溪的生死之战，你代表的是紫霄峰的门面和修为，不能输，千万不能输，你明白吗？是。我修习的吸星大法，可以吸食人的元神，化为修为，再转移到我身上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看见你废寝忘食的修炼，却让我修为大增，我真的是好生痛快啊！原来上一世成就林洛彤，害我碌碌终生的灭迹，居然是师尊给的。还好是前世，还好已经过去了。如意，我欠你什么？童儿，明日是你和云溪的生死决斗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好，蠢货，有了这本功法，那明天的决斗我赢定了。届时再将我布置好的魔族卧底召集出来，一举拿下万众宗，我就是魔族最大的功臣。
师尊，您为什么要将这个功法交给李若彤？就凭他当年救过本尊，本尊不能让他死在决斗台上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万一是骗你的？不可能，陆晨，本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童儿身上了，本尊输不起了。生死决斗的时间已到，云溪该不会不敢来了吧？云溪，你终于来了。林洛头，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向仙门投降，我还可以饶你一条口。向仙门投降，你什么意思？知道我的身份了。职业莫名其妙被魔气污染，近几个月宗门里灵气波动，你当真以为自己隐藏的很好？怪不得你总是处处针对我，总是跟我过不去。原来你早就发现我了。正好，本来今天我也没打算让你活着回去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灵力怎么进阶了这么多？不是人，你就是个怪物！你要干什么？上一世，这一世，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？现在，我终于能把你杀了，为你欺我辱我，害我残死，为那些万众中被你残害的弟子报仇雪恨。容隐，这可是生死决斗，你现在出来偏袒他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只要能护童儿安危，我无所畏惧。容隐，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如此偏袒他。就凭他小的时候救过本宗的命。大长，来迟了。娘亲说过，道长都是匡扶正义、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可这四周都是魔族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宗主，宗主，我只不过让你报答一下救我的孩子，你怎么把他救过来？魔族知道他救主仙人，便放火烧了他的家。他母亲在救他时，已经被大火活活烧死。他已经没有家了。顾法，从今往后，紫霄峰就是你的家了。是。10年前，童儿救我于危难之间，甚至把家人都牵连起来。魔族放火烧死了他家人，玉琴，你就不能看在占了童儿这么多年的身份上，放过他一马吗？占了他什么？容爷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当年你让我找人的时候，害怕万一出错，还挨家挨户的问我，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是云溪救了你呀。可能。
不可能！当年童儿找到我的时候，清楚地说出了当年的情况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忘了，曾经救你的时候，还有谁在场？难道童儿是魔族？当年我拼命追杀你，眼看你就要死了，没想到被云溪那个贱人给救了。对了，云溪家的那把火也是我放的。救我的人，云溪，你告诉我些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你怎么就那么好骗？我只不过给你形容了几句当时的场景，你就毫不犹豫地相信我就是当年救你的小女孩。你怎么这么好笑呀？毕竟这么蠢的御风之子，真是万年罕见呀！铁若头，这吸星大法可是你给我的，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能不用呢？西宫你的灵力，这整个万众宗还有谁是我的对手？在我除掉万众宗之前，先除掉你这个祸害！你去死吧！云溪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坏了我的大计，你不得好死！快阻止他！那个小的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云漏彤，这一世是我。你放开我！云溪，父王你和宗主讨伐这么久，多了这个奸细揪出来了。今天我们还要现场。云溪，为师失踪了，你原谅为师好吗？容易真人，要是忘了，早就是了事。别信，以前的事情都是为师的错。我以为林洛彤就是救我的恩人，所以我才想竭尽全力弥补他。我就拼了。你知道，在日子每天都在想你小的时候，再给为师一次机会，为师定会宠着你。这些话你要说给当年的我说，或许我还会动。现在，我记恨，我云溪不需要谁的宠溺，照样活得出彩。我们已经两清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。云溪，云溪，就像小的时候一样，再喊我也是师尊。我现在的师尊是万众宗的宗主，请容以真我。云溪，师兄，云溪最喜欢您了，云溪能不能一辈子陪在你身边？当然能啦。云溪，为师知错了，云溪不会再回来了，为师知错了。听说了没有？新来的宗主和继位的现在好像变天了。是啊。那个新宗主是谁呀？来了。参见万众宗宗主。